Hello，大家好，我是局长生。今天呢，就来详谈一下这一次的七大罪关于案子交战的延上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些补充说明哦。那首先呢，先看到官方这个信函，我相信大家最近几天登录这个游戏的时候，礼拜四更新完之后，信箱莫名其妙多了一个自选箱吧。那就是因为海外呢有去延上，其实强哥也是算延上的一种啦。上一部影片我一直都在 complain 这一次的活动内容。那官方看起来部分好像还是很不明白，就是海外玩家到底在抗议什么点哦。那基本上这次会延上的话，是因为不是这一个活动啦，主因不是这个活动，是因为前面的活动关系，然后一些问题里里扣扣加一加，就是所有的累积到现在，就是一次爆发性的就延上，一起延上这样子。那这一次是比较愤怒的地方哦。那首先应该是大家在抽卡的时候会觉得会非常飞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这次的卡子，应该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在看抽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抽卡的几率哦。那这次几率的话，跟去年的这角色比的话，就是会更低一点哦。那原始 SSR 英雄抽到几率是3%，那角色额外提高了0.25%而已。就是几率的部分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是很多应该说所有玩家80%型的玩家在抽的时候是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哦。其实转蛋几率的话，大家在抽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下。那这次的几率就是只给到0.25%哦，这次出了一个限定角色，那角色的必杀技等级会影响到它的特殊战绩哦。那特殊战绩的部分的话是有阉割的，上一期的角色介绍已经有提到了这个部分，所以就不多提了。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的几率低以外，然后角色两只又要抽到必杀2，才有办法去体现出这两只角色的真正用意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延上的其中一点。那官方看起来的部分的话，道歉书就也不是说道歉书啊，等一下会提到我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提到好像是。还以为是海外对性转这个性别的部分不太喜欢，其实不是哦，其实是角色抽转蛋的几率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些奇奇怪怪问题，就是其实不应该所有的角色都做必须必杀2才去把效果拿满，因为这游戏是有 PVP 的。那所以官方就是总之呢，他还不太确定海外的声音的部分到底是有哪里有问题，反正就是先放奖励啊。这一点的话值得嘉奖，就是其实他还不知道发生事件，但是就是先塞奖励，先塞奖励。那对抽高必杀的玩家来说的话，会觉得这些小奖励不补小补，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在打发大课这样子啊。其实这个也没有对错啊，因为他角色的转蛋几率早就已经告诉你，就是这一次的部分就没那么的好，就是这次的转蛋啊几率就已经很早左上角就已经告诉玩家，就是没有那么高几率去获得这两只角色了，所以你要去跟官方 complain 说几率低也不太行，毕竟人家几率就摆在那边嘛，所以这次是直接给自选哦。那自选的部分的话，这里就给一些懒人包吧。如果你们马林与傲慢双人英雄呢，必杀技还没有拿到2的玩家，这里不管怎样。有没有开图？我会推荐先把马林与傲慢这只角色先拉到必杀技2。为什么？因为它的必杀技等级影响真的是比较大一点哦。这里的话就来说一下马奥这只角色。那这只角色的话是目前所有环境内容都非常非常适用的角色。那为什么要到必杀2呢？是因为这个火焰的部分的话。就是必杀技的部分啊，主要是必杀技。必杀1的话，它是没有续这一个火焰的。那必杀2的话呢，放必杀的时候才会给这个2回合歼灭火焰。那这歼灭火焰呢，差别很大，尤其是在打最高神战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歼灭火焰的话，那个必杀技伤害会差的非常非常多，更不用去说刷分的部分哦。所以会推荐大家，如果马林与傲慢还没有拿到必杀2的玩家，会优先选马林与傲慢。再来的部分的话，会选这个班。那这两只是择一哦。那如果你的马林与傲慢，基本上马林与傲慢那时候再抽，因为已经也复刻了上一次自选一次了嘛。那如果你上次马林奥曼有抽保底的话，应该已经2了。所以这里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蓝班的话，这5条班的玩家就是选这一只5条班，这只一定要拿到1哦。因为很多高难度还有刷分的部分，这个的角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基本上这两只是必拿的，后面的选择呢。
才会去选择金恩或光带，那后面这两只呢才会推荐是最后选。那除非呢，如果你这两只角色想要去拿到必杀2，就是把那个效果拿满的话才去拿。那当然是我前面这两个条件，那个马林奥曼这一只角色必杀技等级有达到2，或者是那个班有开到图的话，才会去选择其他只角色哦。那这两只如果都没有的话，也是推荐选，因为哪一只新角色你的 GP 就是多50。那50的话，对练星座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还不包括总斗级的加成，所以会优先开 GP 图鉴，再去决定去选那个钻石啊，还是要那个 LR 硬币哦。那如果你都是必杀2的话呢，你觉得100颗钻石有点太就是不符合比例交换原则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选择去升团长2或班2。个人的话是会选择班2啦，因为英雄竞技场的部分、未来线的部分真的是班会好用一些些。当然呢，团长的话不能不说，这两只很难选啦，但是我会比较看好班的未来性，主要是以未来性来讲，就是英雄竞技场的部分。OK， 那如果你两只都有1的玩家，如果你又不想投资这两只，因为这两只我个人上一次的版本内容有讲过，就是未来性的部分，如果你班已经拿到3以上，那我觉得就可以去选100颗钻石去投资下一次的卡池，这个是蛮重要的部分哦。反正就看大家有没有去投资这两只啦。那当然前面这两个如果都还没有条件还没达成，就是选前面那两个，后面才是选择要不要去投资哦。当然大氪型玩家，我相信你们的真觉醒一定是不够传奇币的。当然呢，舍弃如果你有在氪金的话啦，100颗觉得对你来说不补小补，那去选择这一个最难拿的高等级素材也是非常非常实用。当然呢，如果你是小氪无氪，我会推荐选钻石，投下一次的大卡池会更好一点。OK， 这是这一次的自选奖励箱的部分哦。再的话呢，就来看一下海外的玩家，就是强哥有去看海外的声明啊，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海外的一个大 YT 有特别提出来的一个部分哦。反正呢，他是有去那个事件包里面去跟官方去做提述，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做个采用啊。强哥等一下也会看法。第一个的话就是所有角色都是需要多个副本才能使用发挥效果啊，反正就是呢，就是告诉大家，玩家在投资角色的部分的话，还要开到必杀2以上，才有办法去拿到完整的效果。这个等一下我强哥也会去提出这个看法，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角色都应该是这么做的。然后双角色的话，几率的部分从 0.25 跳到 0.5，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高一点哦。0.25 真的是太低了，而且又要抽保底，又要拿到2个必杀技等级，这是这一次的大家玩家在言上的点。结果官方是觉得是性转的部分有点不太符合大家的理想，就是以为海外对性转的这个部分看法其实不是，是对角色几率还有这个严重隔阂的部分，就是效果没有拿满。其实等一下会提到官方其实是做得到的，但是是没有去后面的话就是感觉没有特别玩家没有特别去提出，所以就一直是做这个机制下去，我觉得不应该啦，不是玩家不发声就应该这么做，并不是这样子哦，只是大家 complain 没有听到而已。那再来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更新奖励进度，就是太多东西，比如说 LR 进化解禁，今年的话到年中这个年中而已，好像就四五只了吧，4、5只 LR 进化解禁特别特别的快哦。第二个是 LR 传奇币，我觉得官方是有改善这个内容，就是其实活动 BOSS 战也是有去追加，这个我是不变啊，但是就是什么超觉醒硬币，因为你的最高神的那个歼灭，就是高神战跟魔神丸战都已经出来了嘛，那我觉得是真觉醒硬币，就超觉醒硬币是完全不够的情况下，更新进度应该是超觉醒硬币还要再给多一点哦。这个也是他有特别提到，就是应该要再发沙漏，我觉得这个是还好。我觉得的话有另外一种补偿方案哦，有一种补偿方案就是其实补沙漏我觉得有点夸张啦，补沙漏有点夸张，因为沙漏那个东西其实是商店也能去做兑换，只是对大氪玩家的话才能拿到比较高的东西哦。这个的话等一下我会特别去提到，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做个改善的。那 LR 影响，反正就是说 LR 这个印章的储存上限应该是要取消的，这个对大氪影响比较，对小氪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小氪玩家素材是不够的情况下，这个 LR 硬币很常爆。那很常爆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比如说练真觉醒的部分，但其实是小氪无氪对练真觉醒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这个游戏环境变得很快很快，这也是官方
也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出来，反正呢，投资一只角色，你投资太多的话，未来性的部分也是堪忧，所以会变成是素材拿去真觉醒，对小克无克来说的话，不如投入下一个大卡池的新角色会更加的好，然后会导致他们 LR 硬币储量会暴毙哦，所以这个他也是有提出来的。再来的话就是让旧内容值得更游玩，反正就是我强哥的用点就是他一直就是冷饭再回来。就是一些旧活动，然后一直在复刻，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玩法。等下强哥会提到这一点哦。那竞技场的部分，这个就先看看这样子。然后魔兽战的部分的话，就是他说一定要调一个圣遗物的强化素材，这个我觉得还行，就是我觉得还是在那个魔兽战这个东东啊，不应该是用奥斯陆的素材哦，这个我提一下。这个魔兽战的部分的话，那个商店系统啊。这一个奥斯陆这里，这个东东啊，其实不应该是要用氪金才能去取得的，这个东西不应该氪金取得，应该是要在金恩兑换这边去加开了，去用兑换的方式去把那个你的一些魔兽战高等素材去转换成可以一次打3场，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改善很多了。就比如说我的鸟的这个风之根源，这个已经164了，那比如说我是想要去打一次3个的这个 extra 这个奖励，就是一次要用这个高等素材去打1场等于3场的结果，那你不如去开放把这个东西去兑换成这个一次打3场的部分，可以增加玩家的时间。就是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啦，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用氪金取得，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只是官方还是没改善。反正上次信的部分我也是有提及啦，因为官方算了，官方知道反正我这次演上事件也是水水骗，那反正官方也没在注意雅服的动向啦，反正我都提出来了，雅服的部分我都玩了那么久，我是开服玩家嘛，开服玩家提这个东西，结果开服就在拍了，还是没热度这样子。好啦，我比较菜一点。OK， 那提升游戏长期健康度，我这个就看看，反正前面这些改善之后，应该这个游戏品质就会好起来哦。看得出来官方都是在 focus 在起源的部分，再来呢，我就应该来说一下。强哥对这一次的改善其实是有3点可以去做改善的。那这里的话，我就要提出个人的看法哦。好，第一个点的部分就是刚刚那个 YT 海外 YT 有提到的部分，就是在这一个改善的部分。那改善的部分的话，就是在 Face 英雄，如果你有命数加成的话，我觉得还合理。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般池或者 Star 卡池的话，你的角色你还有命数差距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夸张了。毕竟呢，以左下角的这个游戏都是相同公司出品的游戏，那一个是有 PVP， 一个是没有 PVP， 这个差很多哦。因为光与暗的 PVP 它会影响钻石的取得率，那你每次出新角色，如果那个你的角色啊没有体验到，就是不是没有体验，就是你角色没抽到，结果那只角色可以一下子改变环境太多的话，就会影响到所有玩家的游玩体验。尤其是 PVP 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在 PVP 嘛，结果 PVP 环境的平衡没有用好的话，就会导致老玩家流失太多。那新进玩家进来的话，玩一下下觉得钢管就是那个感官啦，感官就是前面打的顺顺，到后面就突然间完全打不赢的情况下，就是会觉得这游戏对新进玩家或过玩家或老玩家都不太友善的情况下，那这里的话我是有举例的，就是去年的命运女神失扣地的情况下的话，它其实是能做到把所有的效果都用出来。不会像今年的这样子，每一只角色基本上都要抽到必杀技等级2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去解锁新效果的情况。这里我就特别拿出来比对了。去年失扣地，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的 Face 角色是你不管抽必杀技等级多少，你的效果都是有的，就只是会随着必杀技等级提升上去，那这样子的话，差距的部分是不会太大的。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到了今年，从那个蓝班开始，就是马林与傲慢双人英雄过后的角色开始之后呢，就变掉了，就每一只角色都一定要抽到2，抽到2，抽到2。那奖励内容呢，还是跟之前一样，这个压力对小氪无氪新进还是有在氪金的玩家来说的话，我觉得都发展性不太好哦。那这里的话就是特别提出来，这个东西一旦改善的话，我相信这游戏就好起来了。这里的话，因为这游戏不像
那个 Orange 一样，它是没有 PVP 的活动，它是有，而且是大家对 PVP 的游玩环境的话会比较注重一点。好，这里的话就顺便提一下我第二个觉得可以改善的内容哦，但是这个的话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官方的用意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子改的。好，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英雄体验故事。那如果不要用这个内容，就是让大家去打那个 PVP 啊，体验那故事。其实那个故事呢，大家在玩的情况下，有在玩这个原作的话，大概都知道那只角色的故事是什么了。而且它的英雄体验故事也是把主线的剧情拿出来重用，这样子给玩家去体验。那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用意哦。那官方的用法，我觉得可以去放像佣兵这样子，像活动内容可以放在 PVP，让玩家去体验，甚至 PVE。PVP 跟 PVE 限制就是有1周的游戏体验这样子，那命数的部分就是全体玩家就统一看你要必杀技拿到满币，就是大家都用同样的角色下去玩1周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小氪无氪对这只角色的体验游戏的话会更加一点，因为你不一定能抽到这只角色嘛。那大氪型玩家、中氪型玩家愿意买单的情况下，他在体验的游玩下觉得这只角色值得投资，那他当然就会花大量的钻石去抽这只角色。那这个也是行销的一种啦，我觉得是行销的一种。反正呢，不一定要体验到1周，甚至你觉得开放3天好了，就是到礼拜1 PVP 结算更新完嘛，礼拜4更新完，就是可以让所有玩家去开放玩这个那个现实的角色 PVP 跟 PVE 这样子。然后呢，礼拜1 PVP 新的一季更新完之后呢，就是取消这个佣兵限制啊，甚至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更新完之后开放1周，就是到下礼拜1，就是5天还是有7天的游玩体验这样子，或者是你限制场数，就是这只角色在 PVP，就是官方免费限时的给你的游戏体验的新角色体验场数15场，这样子也可以。反正呢，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在的话，应该会拉近新进玩家跟回国玩家的游戏体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不错的改动啦，这一点。那反正呢，我觉得就是有提出来这个东西的话，就看官方，反正看官方有没有机会改吧。这个我觉得的话应该是还行，但是应该有点困难，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会影响到卡池的流水嘛，因为大家玩一玩之后，可能就是觉得角色不够强还是什么的，他会不会买单这样子？这个的话就看官方有没有去改这样了。这个有好有坏，这主要是会影响到营运的方针，但是我觉得这个提出来应该是所有玩家。应该不是说所有玩家，应该是大部分玩家会能接受的一个机制哦。反正呢，能体验到新角色，又可以在 PVP 拿到比较好的环境的话，前面几周不会影响环境太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还行。那来到 Last 的部分哦，反正就是最后的话就是素材的部分，刚刚那个海外 YT 有提到，就是素材应该再多一点的。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用到沙漏这个部分哦，它可以选择加开一些 PVE 活动。其实之前出的讨伐战的部分，它就可以开永久的，那可能1天就限制3场入场这样子，那可以去增加金恩兑换，或者是兑换所，或者是关卡里面掉落的部分，可以去拿到超觉醒硬币，或者是有一些可以练角色进化的素材啊，项链啊、药水类的，还有那个进化书的这个部分。那我这个也是举例啦，比如说讨伐战的部分可以变成是长期的 PVE，那这游戏的部分的话就很尴尬。那从今年开始，这一次延上的点哦，其实不只是这一次的那个 Cross If 的这个性转角色的部分，其实是从我觉得啦。我自己的玩想就是上一部里面就开始是觉得是从那个废渊战鬼，就是上一次的合作路德那一个合作的部分，从那时候开始 PVE 的活动特别特别少，而且我看到的地方是什么？你合作居然只有一个活动 BOSS 战，没有任何的 PVE 了，就一个活动 BOSS 战没了。那一次的活动体验呢，我就是进去打 PVP，然后每任务解一解就下线了，根本就没有玩到什么游戏。那你这样子，官方就会变成是玩家买单，就是要氪金的体验方式的话会更少一点，因为你就只有 PVP 可以玩，你 PVE 是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去加开一些 PVE 的内容，那又可以去顺便改善素材的
取得率，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行啊，反正就是看官方怎么去做个调配，只是我提出我个人观点，其实可以这样子改，只是第二个观点有点太尴尬，也不是说太尴尬，其实是那样改会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性的流水率，这个的话就是官方能不能去改变了。我个人的话呢，我只能提出观点了，我能不能改变这游戏内容就见人事好不好？啊，反正强哥不要说强哥都没有提出观点，我从上一部影片就是一直在 complain，那自从海外一直在延上的部分的话，当然呢，我也利用这一个点去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或者是自己的感官讲出来。其实这几点讲改一改，也不是说全部都改一改都能回到游戏体验。反正我是觉得 PVP 的环境一定要顾好了，毕竟这游戏就是 PVP，游玩的玩家体验率是最高的。OK，反正呢，到了现在为止，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官方还是希望我这一部的话，他看得到。反正我尽量上，我会上字幕，那就看大家看官方能不能看得懂这样子。OK，就基本上我也是要出片啦，就是出片率这样子，就水一部这样子。OK，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言上的说明啦，还有自己的观点说明这样子。我是君强生，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